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：你有没有遇过这种人，嘴上说我真的不在乎，但其实他在意的要命？或者有些人嘴巴一直说我没事，但你只要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事情其实很大。如果你开始注意这些细节，你会慢慢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：很多人说出口的话其实不是他真正的意思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有些话不能正着听？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看懂这个规则，但一旦你看懂了，很多原本想不通的事情会突然变得很清楚。所以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想跟你聊一件事：为什么很多话其实要反着听？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逻辑，你会开始看懂很多以前看不懂的人性。很多人以为人都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，但其实不是。在很多情况下，人们说出口的东西只是表达，而不是他内心真正的想法。比如说，一个人越说自己不在意，往往代表他其实很在意。一个人强调自己很大方，有时候反而他的个性是斤斤计较的。甚至有些人每天把道德、善良、利于他挂在嘴上说，但往往只要牵涉到利益，很多事情就会突然变了样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人性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：一个人越缺什么，就越喜欢表现什么。缺乏安全感的人反而会装得很坚强，缺钱的人却最爱炫耀生活，缺自信的人最爱批评别人。所以慢慢的你会明白一件事情：判断一个人，不要听他说了什么，而是看他长期做了什么。因为说话可以修饰扮演，但行为长期下来很难伪装。很多时候，这个社会最微妙的地方就在这里：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未必是真的，很多东西其实只是精心设计的表象。比如说，网络上的粉丝数可能是买的，直播的观看人数可能是刷的，电商的好评可能是安排的。你也一定看过新闻，就连正式的抽奖都可能造假，甚至有些餐厅门口排满了人，其实只是刻意营造的热闹。因为人们有一种很简单的心理，只要看到很多人，我们就会下意识觉得这个东西一定很好。但事实上，很多时候人多只是看起来很多。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说过一句话：世界很多时候只是表象，真正的本质往往藏在表象背后。所以有些人很容易被骗，但有些人很少被骗，差别只在一件事：思考能力。如果你只会跟着别人讲，跟着别人信，跟着别人冲，那你很容易被利用、被收割、被操控的那一群人。但如果你开始习惯问一个问题：这件事情背后的动机是什么？很多事情就会突然变得很清楚。因为这个社会其实一直在考验一件事情：你是用眼睛看这世界，还是用脑子看这世界？很多人一辈子都活在表象里，只看热闹，只看表面，只看别人怎么说，但少数人会去思考事情真正的逻辑是什么。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很多资源最后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，因为大多数的人其实并不愿意思考，他们只喜欢3件事情：刺激性、娱乐性、快速满足。好比现在短影片盛行，也就是抓住人性的这个弱点。谁能满足这些需求，谁就能赚钱。所以很多生意的本质其实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。如果你常常习惯在关灯后滑个影片，悠闲的时候也滑个手机，很难自律，那你就很容易变成被收割的那一个。听起来很严肃，但真正能走到前面的人往往只是少数。不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，而是他们愿意去做大多数人不愿意做的事情。他们愿意思考，愿意迟疑满足，愿意长期累积，也愿意面对人自己的弱点。很多人其实都知道自己该改变，但问题是很少人真的愿意执行。因为人性有自我保护的机制，离开安全圈很难，改变习惯很累，所以更多人选择麻痹自己，每天刷短影片、看直播、打游戏、购物，用娱乐填满时间，让自己不要去思考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常常会进入一种很奇怪的状态：白天工作很累了，晚上却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，时间就这样匆匆过去。身边朋友很多，却没有几个能说真话。每天想着改变，但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
久而久之，人就活成了一种矛盾，不满意现在的生活，却又没有力量去改变。如果你静下心来思考，其实很多痛苦并不是事情本身造成的，而是被我们自己的思维困住了。真正限制一个人的，往往不是环境，而是认知。世界上最大的监狱，其实就是人的大脑。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思维框架里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观念，那你就很容易被世界牵着走。但当一个人开始学会思考，开始学会质疑，开始学会观察，很多事情就会慢慢改变。这边举一个我真实的故事。小时候总听父母亲为了房贷愁眉苦脸，说贷款这里不好那里不好，但自己又缺乏质疑、观察、推翻的能力。长大后自然而然的就认为贷款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但我在上一支影片里有分享到，如果今天贷款买房子，你是自住且每月付贷款，那它就是负债，每月会有偿还上的压力。但如果今天是出租且租金高于贷款，那它就是资产，也是一种被动收入。如果我们今天能理解思维概念，确定好风险管理，贷款买房子是不是就没那么可怕？当然，这很多细节需要去注意，只是想透过这个故事，让你们知道，当思维被困住的时候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，真正的成长从来都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在某一天开始，你不再只相信眼前看到的东西，不再只追求短期刺激，也不再逃避自己的问题。你开始学会独立思考，开始学会辨别真假，开始读懂内心，找到自己的方向。当一个人能做到这些，他就慢慢走出了大多数人的轨道，也就慢慢成为那少数清醒的人。所以真正清醒的人，他们只是更早学会一件事情，叫做反向思维。反向思维并不是故意与世界对抗，而是尝试站在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世界。关于这件事，历史上其实有很多人早就给我们过一些提醒。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一句话：当你凝视深渊，深渊也在凝视你。很多人只把这句话理解成一种警告，但其实它是在提醒我们，很多事情如果你只从一个方向看，你会很容易被这个方向所困住。而真正的思考往往来自于愿意转过身，从另一个角度重新理解世界。投资大师查理蒙格也曾经谈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：反过来想，总是反过来想。很多人以为成功的人只是比别人更努力，但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习惯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。当大多数的人都在问我要怎么成功，有些人反而会先问什么事情会让我失败。当大多数的人都在追逐机会，有些人反而会先思考哪些事情应该避免。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反向思维。有时候答案并不在前面，而是在你愿不愿意换个方向看。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发现，其实都是来自这样的思考方式，不是顺着既有的答案走，而是怀疑，然后重新提问。当一个人开始学会这样思考，他的世界就不再只有单一的解释，而是多了一层理解，多了一份距离，也多了一点自由。因为真正困住一个人，很多时候不是现实，而是他习惯理解世界的方式。今天的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对这些思维有兴趣，记得订阅频道小九南南。这个频道会分享一些富人的故事，以及他们看待财富的方式。因为在财富的世界里，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收入，而是思维。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记得打开小铃铛。这里是小九南南，我们一起慢慢成长。拜拜。